央视最新的节目中再次披露了舰载版歼20的有关情况，并且还出现了配套无人机的身影，来详细了解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在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的纪念日上，央视新闻频道首次向外界展示了福建舰新舰载机歼20的模型。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这是一款歼20的舰载版型号。此外，还有亮相的新型无人机以及电磁弹射系统。那么，央视此次向外界透露福建号模型上歼20战斗机舰载版的模型，是否说明海军已经准备将歼20部署到福建号航母上呢？可以说这个信息源可信度一般，因为央视新闻频道的这个视频素材是老素材，实际上是此前军事博物馆的福建号和舰载机模型，而且之前在福建号模型上停放歼20早就被撤掉了，现在再去军博根本就看不到了。可以说拿这个当做歼20上舰的依据是不靠谱的。当然，对于歼20最终能否上舰解放军大型航母这一问题，实际上此前已经有明确的结论，没必要。因为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机早已呼之欲出，就是进入测试阶段的歼35中型隐形战机和未来的新式歼 15T 空警600预警机，构成下一代解放军舰载航空兵的主力机型。这是福建舰为我们带来的诸多惊喜之一。至于歼20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上舰的样子。前面已经说了是没必要，从军事经济效益上来说，选择歼35是非常合适的。歼20在设计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考虑过上舰的问题，是为空军设计的重型双发战机，根本不具备折叠机翼的能力，也没有考虑过其电子设备处于潮湿、含盐量高的环境下影响。歼20上舰服役存在2个大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会让海上环境腐蚀，损毁其隐身涂层和各种精密电子设备。第二个就是因为这种重型机本身就是大个子，再加上机翼又无法折叠，那就更占据本就不宽敞的航母机库和甲板面积，航母能够搭载的战机数量就更少，这将变相影响航母战力。当然，有网友认为歼20这种重型机拥有大载弹量和大航程，上舰航母能够加强舰载航空兵的作战能力。但是以目前世界主流舰载机的发展方向看，下一代舰载机都是中型机，美国海军也用的是中型标准的 F-35C。 因为随着现在下一代隐形机的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，大量轻量化材料和集成化设备的出现，使得中型舰载机的航程、载弹量和作战半径也有了提升，和原本的重型机并无太大差距，能够满足航母作战需求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军不发展舰载版 F-22， 中国海军不发展歼20舰载版的原因之一。现在像中美海军的下一阶段舰载机配置，都是中型隐形机加4代半重型多用途舰载机。前者以歼35为代表，歼35隐形机主要充当空中作战和敌方战机争夺制空权的矛头。现在的歼35在航电设备的性能上，甚至比歼20还要先进，空战性能完全够用，而且体型较小，可以搭载更多数量。而后者以歼15为代表，这款战机主要负责多用途打击能力。这种类型的4代半不同于技术指标区别相差有限的下一代中重型隐形机。4代半这种非隐形的中重型机的作战差距还是很大的，因为不需要考虑隐身等其他因素。4代半重型机相比下一代中重型隐形机，拥有最远的作战半径和最大的载弹量。这也是中美两国航母舰载机还保有大量的4代半重型舰载机原因之二，一个是出于作战性能，一个是出于成本考虑。当然，除了歼20，福建号还有诸多惊喜。随着电磁弹射系统的时装，福建舰可以搭载起降更重型的舰载机，如空警600舰载预警机和海运7舰载运输机。
前者可以为整个航母提供强大的事态感知能力，以大幅度加强航母整体战力，而后者将加强海军远洋的补给能力，比山东和辽宁号强得多。山东与辽宁两舰只能依靠直升机提供急需给养，然后就是大型补给舰了。随着福建号航母的新舰载机加组不断完成试飞并且进行量产，相信福建号航母的作战能力将远超此前解放军装备的2艘航母。总而言之，歼20上舰目前海军没有需求，不过海军岸基航空兵后续可能会列装一批歼20H 海军版。随着歼20大规模量产和列装空军，重飞也有产能向海航交付一部分歼20H，增强海军岸基航空兵战力。